关于男生出行，尤其是油性皮肤路上该怎么打理。我现在准备把我这一路上用过的东西先用一遍。洗脸呢用的施乐肤的洁面乳，洗完脸呢用的是一个珀莱雅的爽抗，用完爽抗以后，出油的重点去擦一点这个贝德玛的控油乳。紧接着呢就是防晒，用的习惯的防晒都可以选择，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大油田，贝德玛的控油乳虽然控的挺好，但是对于大油田来说感觉还是稍微差一点功效，所以我会爱出油的地方再拍一些这些防晒粉啊，出于这个三角区。大油田这样的一个出门顺序应该能一上午至少不会让自己那么的油。我们先把这一套走一下，虽然是早上，但我也会把这些东西都用一遍。沉浸式男生出行护肤篇。这4个呢就是刚刚用的产品。首先我想先问一下，有多少兄弟是出门不涂防晒的，就没有这概念，或者是有这概念涂不涂都无所谓的。女生应该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拿我自己来举例子，我以前是不会往脸上涂任何东西，就是洗完脸抹一把就走。我相信大部分男生也是这种情况，是油痘肌肤质的所有同志的痛苦应该都是一样的。红肿脓包闭口，像我们男生啊，美观不美观没有那么在乎，但是痛啊，关键是疼啊。尤其在旅行的时候，本来高高兴兴的，然后出门风景也好，太阳也好，各种都好，但是脸上这个油呢就一直冒不断。这个过程啊肯定是体验不是很好，尤其是在吃点什么地方的特色美食，我是有明显的感受，就是能感觉到以前不曾发现的那些闭口，经历过一天的暴晒，或者是经历过一顿美食以后，就会发现它要有冒头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就让人很不爽。前段时间我一个人开车自驾去了一趟青海湖，这一路上我一个人开车走了差不多往返2200公里吧，一路上可以说是经受着精神加物质的双重刺激，对我的皮肤来说，好在我准备的妥当，有这些。如果你是油痘肌肤质，从现在开始就一定要着手准备一个防晒乳或者是物理防晒的一个措施。我现在用的是安热莎的一个小粉片，亲肤型的。男生可能会觉得脸上涂一层防晒啊，或者是乳液啦，觉得有点不舒服，所以干脆就不涂。我以前也是这种想，但是并不是啊。皮肤的唯一天敌其实就是太阳。油性皮肤呢，在太阳的照射下啊，它会分泌出更多的油脂来保护皮肤。油痘肌肤质的本身就爱出油，然后太阳一晒上，出的油就更多。防晒是可以从根本上缓解油痘肌肤质的一个最有效的措施。皮肤出油是很正常的，肤质不同的人，有的会该出的油就是顺畅的出来，然后附着在皮肤表面，但有的人呢，他可能这个油它出不来，他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是只能在里面憋着闷的，皮肤更深层次的那一层那个油就造成了一个结节，最后呢就变成一个包。我就是那种深层次那个毛孔它不通畅，这个油出不来，导致它停留在了皮肤里面，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硬块结节，到最后呢你还没有办法处理，只能通过一些医美的手段来把它打掉。皮脂腺在皮肤表面和毛囊是同一个出口，位于比毛囊前2位置，皮肤分泌油脂可以很好的保护皮肤。可以了解到一点是什么，就是皮肤出油是正常的。我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呢？使用的过程现在是我使用完的一个过程，我就不再使用了。我有一点我其实挺疑惑的，我不知道这2个
先用哪个？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重点区域出油，我就用控油乳，先简单的涂抹一遍。这2个都使用完了以后，然后就是防晒。用完防晒，我会着重再去用一下这个防晒粉，我会随身携带，因为早上护肤完以后，到了中午差不多也就该油了，会觉得脸上就不干净。这个时候呢，我会继续再用这个防晒霜，在出油的地方再铺一遍。虽然说一直都是在你的面部表层，但是它出来的这个油是被这个粉是包裹住的。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再进行一个面部的清洁，把这个连粉带油全部给它排掉。毛囊堵塞后形成的毛囊内的活氧化，促使皮肤毛囊中的厌氧菌、痤疮杆菌滋生。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掉出的油跟外界的一些那种细菌有一个接触，可以避免脸部发炎，甚至是存在多种细菌环境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防晒粉，又能起到防晒，又能缓解出油的一个状态，然后还能让你看起来肤色比较健康一点。我觉得这种2全其美，甚至3全其美，大家应该要试着去接受它，不要觉得麻烦，尤其是男生肯定会觉得很麻烦。我最开始也是觉得很麻烦。我做了这么多期的个护肤视频，我的皮肤得到控制了，我也想把做的这些努力分享给更多的男同志，让大家一起把这个皮肤让它变好起来。这一期油痘肌拯救计划的出行篇就到这里，下一期关于油痘肌的一个内容，我觉得还是根据视频的反馈来定，这样的话也能切实的通过我的经验来帮助到大家。好，就到这里。